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美股微涨0.13%，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上方是存在一定压力的。这条压力线呢是由上方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啊。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在6月2日，也就是上周五看见了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啊，最近5个交易日的这一轮 K 线的组合呢，我们认为是一组妖怪 K 线。这里的 K 线呢，干扰了悟空阳线出现后八节阳线的一个预期，这里面是干扰性 K 线。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我们对多头趋势的一个判断。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预期，同时呢在上方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就构成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容易创出一个新高。总而言之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在6月2日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它是一个多头趋势的开启，是非常明显的多头趋势的特征。但比特币行情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昨天美股的微涨并没有带动比特币上行，比特币重新回落到了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线之下。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6月5日这一天，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注意到这里是悟空阴线，并且呢打到了144均线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后面所有的 K 线呢，至今为止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因为我们知道悟空阴线之后，下方可能会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跌破$24,500位于169日均线的这个支撑线。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早在4月中旬我们就看到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我们一直提到啊，周线级别悟空阴线是标志性的下跌标志，下方可能会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本周呢，这根八节阴线已经明显走出来了。为什么说本周是八节阴线呢？前面不算是八节阴线呢？因为本周的这根 K 线完全脱离了前方4月17日的这个悟空阴线的收盘价，因此呢，我们管本周的这根阴线叫八节阴线，下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本轮行情当中与上涨对称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上涨我们看到了，上涨是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当时就判断啊，早在4月中旬我们就判断4月份调整回落将要开始。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但随着调整的过程，我们在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的下跌时间级别是有可能放大的，特别是在6月5日的这根阴线出现之后，那这根阴线的启动原因啊是 SEC 控诉了币安平台啊，导致了比特币和 BNB 双迅速回落。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比特币下跌幅度还不多啊 ，BNB 下跌幅度已经很多了，但比特币啊在这轮行情当中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阴线之后，它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预期，同时在中长线上看有周线级别下跌预期，直到$22,000附近，我们能看到$22,000附近是由20年7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本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对于以太坊来说啊，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过一轮反弹行情。这里的反弹行情呢，源自于21年5月份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支撑位附近发生反弹之后，通过了144均线、169均线，但上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因此呢，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正在回落，这意味着以太坊它的下跌速度将会快过于比特币啊！虽然之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过上涨行情，以太坊的跌速落后于比特币，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以太坊的下跌速度开始了
一个加快。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八线阴线组目前正走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这里的 K 线组非常复杂，所以呢要通过合并 K 线将 K 线分成一块一块，也就是我们 K 线稀有战法当中的各种人物。那么下方就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4月17日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目前正走在8根阴线的势力范围，下方的目标点位呢给出是在$155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箱体的底边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总而言之呢，以太坊的下跌速度正在同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加快的速度。那么目前的震荡行情让未来我们看到以太坊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下跌空间和下跌速度。对于 BNB 来说，我们提到了昨天特别对这个 VIP 群当中的朋友提到了 BNB 将要通过$220的一个支撑位，它的下跌空间将被完全打开，特别是 SEC 起诉币安平台之后 ，BNB 的平台避暑性让 BNB 直接出现了一个下跌趋势。在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从21年4月份就开启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的结构主要是围绕$690到$220做一个反复的震荡，震荡时间非常长，长达2年。在震荡过程当中，至今形成了一个焦点，目前已经到达这个焦点位。焦点位呢是黑洞效应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特别是在 SEC 起诉了币安平台之后，那么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BNB 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这轮行情很容易达到$100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将会对21年5月份这一轮上涨行情出现一个下跌方向的回补动作。那么这个回补动作也是布局 BNB 的一个唯一的一次机会那么未来2年呢，我认为 BNB 是有可能超过$1000，甚至到达$3000之上的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如果持续下跌到达$100以下，绝对是一个黄金坑。黄金坑的起点呢是在$220这一条支撑线附近，目前没有到达这个黄金坑的起点，但是BNB 的下跌趋势在本周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已经展开，那么下方它很大可能性不断创出新低，特别是在我昨天看到了 BNB 出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震荡。这种震荡呢，我们看到它的震荡幅度非常小，甚至可以开20倍左右的杠杆只有5%的振幅。在这样小的振幅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空头气焰打压下去，从而不断创出新低。那么这个新低呢，正在不断的创出。对于周线级别，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是$100以下。那么行情现在是可以做一定的空单的，等待行情在$100以下之后，慢慢把现货或者多头的低倍仓位把它补充上来。那么在未来2年之后25年的牛市行情当中，一定会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在 K 线稀有战法当中，抓住这几点就能把握趋势。第一点就是把握位置，第二点呢是看到趋势，第三点呢就是分仓进场，控制风险，设置止损那么目前对于山寨币行情来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和以太坊有关系，同时呢也和 BNB 平台的平台币 BNB 有关系，它们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特别是在很多币种是通过 IEO 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进入到币安平台的。 IEO 的形式就是你必须持有 BNB 才能打到 EDU。 那么在 EDU 持续下跌之后，很多币种会通过 BNB 和 EDU 举例通过 EDU 和 BNB 的这个交易对资金回到 BNB， 最终呢导致 EDU 的下跌，但是 BNB 被起诉了，它的上涨趋势也没有，所以呢会出现一个同步的踩踏事件。这种踩踏事件
构成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跷跷板效应，就是它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呢是同时下跌的，是同步下跌的，因此呢山寨币非常惨烈。但是对于有些经典的山寨币，老山寨币啊，这种山寨币大家伙叫它次主流，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UNI， 它的下跌幅度不是很大，但也是在持续的下跌过程当中，对于这种币种来说，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画出来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势力范围。对于这种币种呢，目前左侧交易是可以不断进场埋伏的，但一定要分仓进场，这里面不要设置止损，分仓进场，谨慎埋伏即可。未来呢，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平台币，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平台币啊。那么 Uniswap 已经进入到了 3.0 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通过 Uniswap 设置一个区间的合约啊，在这种合约上，我们能够限价的进行买卖。并且呢，我们添加的池子也是一个限价的区域性的池子，只有在波动区间之内，我们限制的波动区间之内才可以交易，才可以作为对手盘和散户进行交易提供流动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 Uniswap 的平台币Uni 对于它来说一定会有非常巨大的上涨空间，起码是20倍。所以呢，在4.5美金以下的 UNI 已经非常具有投资价值。类似的币种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但是重点可以关注这些老币种的黄金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了。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的主页右上角找到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